因为实战需要，仗怎么打我就怎么练。我不想发生战争，但是我也不害怕战争。因为能战方能直战。而狙击手被称为战场幽灵，它有着极其神秘和重要的地位。当祖国需要我的时候，我会毫不犹豫地去完成组织交给的各项使命任务。按照任务区分，展开行动。怎么了？达格班长是我们这个小队的主心骨，他擅长于射击、擒敌、战术、攀登。一名出色的特战队员，他不止体能方面要好，而且在技能方面你也要拿得出手，特别是在射击这方面。如果在实战当中你做不到一枪毙敌，也有可能会误伤人质，也有可能因此会丢掉自己的性命。可能大家有疑惑，你们没有瞄准就开枪，能打中报复分子吗？数字字们的手枪子弹都是350多米每秒，比声音都快。敌我突击交战时，0.1秒的时间可以决定生死。下面看我们如何争取这0.1秒。刚才我进行的是快反科目里面的本能反应射击，要求出枪、上膛、击发、看枪、上膛、击发，要一气呵成，每个环节都要做到轻重无误，你才能做到又快又准。狭路相逢勇者胜，与你竞技者交锋时，你永远不知道能否快抵0.1秒，但是我们知道，通过反复训练，能比原先的自己再快0.1秒。通过一遍又一遍的强化训练，出枪击发就会成为本能，成为我们的肌肉记忆。这就是我们快提0.1秒赢得战场主动诀窍。极其有需要的时候，我还是一名狙击手。战场幽灵指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人。大家印象当中的狙击手都是男的，我就是要证明女的一样能成为优秀的狙击手。其实也是想让自己争口气，因为自己没有这方面的天赋，所以只能后天多努力，多拼一点，多付出，多去奋斗。在战场上，我们永远不知道敌人有多强大，但我能做到的是不停地练，不停地超越自己，才能在战场上多一分制胜的把握。自从班长学习了狙击之后，他就迷上了垒弹壳，兜里随时都揣着10几枚弹壳，一有空就出来叠。还有就是早晚洗漱的时候，他都会练习憋气，每次都得憋上2、3趟气。姿势要稳，心态要稳，呼吸要稳，击发要稳。简单的来说，狙击手靠的就是各种的稳，你才能做到100分100中。当然，跟男同志比起来，不管是在体能上也好，力量上也好，我都是要差一些。但是我始终觉得，既然我选择了当狙击手，我就是要把它做到最好。在学习新科目的时候，因为我掌握动作要领比较快，他也不会因为我是他带过的兵而不来向我请教。同时，我们平时休息的时候，他也会给自己加操。适应各种地形也是我们特战队员的必备技能。下面来看一下我们的攀登训练。
我们现在训练的位置海拔3600多米，在这里徒手都相当于内地负重20多公斤，爬上20多米楼顶还是累得够呛。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特战女兵，至少通过2到3年的强化训练。他很努力，很刻苦，别人1遍会的东西，他通过10遍、20遍的训练，慢慢的，他赶上了别人，又超过了别人。厦门特战队员的话，会接触很多新的科目，也将会有很多新的挑战。但是我坚信，只要你敢拼，你敢奋斗，没有训不好的科目，也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。青春就是用来拼的，你爱拼才会赢。大家好，我是达瓦卓嘎，来自西藏，现在是武警警官学院的一名学员。我是藏族人，2013年刚入伍的时候，因为语言不通，训练的时候也无法准确的理解动作要领。同样让我担忧的是理论学习。那时候我宁愿天天在太阳底下拔军姿走队列，也不愿意坐在学习室里记笔记，因为那时候我有很多汉字不会写，上课也跟不上节奏，只能下课以后就拿战友们的笔记拿来抄。我不甘心当差生，语言是我必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，于是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学会写汉字讲普通话。从那时候我就照着新华字典，从一个拼音开始，一个拼音一个拼音，一个字一个字的去学去练。我每天会坚持读书、读报纸、看新闻，还有听广播，还经常学主持人的发音，拿描写字帖，然后练习汉字，还通过战友们交通沟流来练习普通话。如今过去了7、8年的时间了，从当初不会说、不会讲、不会写，到现在没有交流障碍，也能可以广泛的去学习更多的理论常识。其实靠的就是坚持2字。学习汉字，学说普通话，使我的从军路走得更顺畅，帮助我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战士。我想对所有边疆的地区、民族地区的小朋友们和大朋友们说，我不是多优秀，只是能坚持。或许你现在离你的目标还很远，但只要你能坚持，肯下功夫，不断挑战自己，每个人都会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。同语同音，同音同心，追梦永不止步。希望大家学好普通话，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一往无前，加油！